中印边界未定的国界，距印度首都300多公里，抢先布局，意义重大。中印有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线，并未正式划分。印度趁新中国边防未稳时，蚕食了不少领土，又不断在边境挑起争端。两国边境距离印度首都最近处只有300多公里，战略地位紧要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中印边界。中印未定边界分为东、中、西3段，东段主要指藏南地区。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，包括我国西藏的错那市、龙子县、墨脱县、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，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。该地区面积约 9.3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100万。该地区西部是不丹，东部是缅甸，南部是印度的阿萨姆邦和纳加兰邦，北部是我国西藏。藏南成为争议区源于麦克马洪线，现在这里大部分地区被印度控制。在1913年10月西藏问题会议上，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，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线。这条线直接将中印传统边界线向北移动了100多公里。中印西段边界争议区主要包含2部分，即阿克塞钦与巴里加斯。阿克塞钦大部分地区位于新疆和田地区，小部分位于西藏阿里地区，总面积约 4.2685 万平方公里。阿克塞钦地区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，地势较为平缓，有山口可以通往拉达克地区。19世纪，英国私自划定了约翰逊线，将阿克塞钦划入印度。印度独立后，单方面认定阿克塞钦属于印控克什米尔。阿克塞钦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领土，不存在任何主权争议，一直处于我国政府的实际管控之下。巴里加斯属于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乡管辖，北部是日土县的日松乡，西部是印控克什米尔。该地区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。按照传统边界线，巴里加斯位于中国一侧，距离传统习惯线大约18公里，是西藏牧民的传统牧场。巴里加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，处于2大山脉中间的河谷地区。穿过该地区的河流是狮泉河，狮泉河在巴里加斯形成了一道天然分界线，将巴里加斯划成2部分。印度控制狮泉河与点角区以西约450平方公里土地，基本是无人区。狮泉河与点角区以东，包括点角村在内的1450平方公里土地是中方控制区。印度自1995年之后，曾14次入侵巴里加斯。中间路段的走向大致沿喜马拉雅山，处于印控克什米尔的南缘与尼泊尔之间，总长度约450公里。主要争议区有4处。最北部是巨瓦曲惹地区，面积约332平方公里，隶属于扎达县楚鲁松杰乡。该地区是西藏举巴扎仓管辖的领地。第2块争议区是什布齐山口地区，该地区东部约5公里处是扎达县迪亚乡什布齐村。什布齐山口海拔约3104米，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。1993年之后，成为中印边界开放口岸之一。第3处争议区是桑、葱沙、波林3多地区，该地区属于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管辖，面积约1451平方公里。最后一块争议区是然冲、乌热、拉布底地区，该区域属于扎达县达巴乡管辖，面积855平方公里。然冲位于尼提山口以南，距达巴乡政府驻地达巴村约 46.7 公里，距东南的乌热地区 12.2 公里。乌热地区地处峡谷之中，是达巴牧民的夏季牧场。拉布底地区位于乌热地区东部，二者相距 37.8 公里，距离达巴村约 69.5 公里。中段的4块争议地区，除了葱沙是英国殖民者侵占外，其他地区都是印度在1954年之后逐步蚕食侵占的，目前基本都被印度控制。2. 印度侵占我国领土。英国侵占南亚后，一直想将西藏和新疆分裂出去，因此逐渐侵占了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地区，然后剑指葱沙。中印边界有混血的菩提亚人，经常在冬夏迁徙于中印之间。英国侵占南亚之后，强迫印度境内的菩提亚人纳税，然后侵吞葱沙地区。1947年，印度独立之后，接管了应属印度侵占的中国边境地区。印度建国时确定了对华和平共处的基本政策，但是却加快了对中国边境的蚕食。1962年，为了阻止当时印度对边境的入侵，我国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战，但是战况基本集中在藏南和阿克塞钦，中段保持了相对的平静。战后，中印关系几乎降至冰点，
直到1981年才开始谈判，但是印度毫无诚意，谈判进程缓慢。3. 提早布局中印边界。在3段边界中，中段是距离印度中心最近的地区，中段边界距离新德里只有不到400公里。理论上讲，由于整个中段边境都位于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山之上，因此如果我国在这里部署兵力，一旦情况有变，就能直扑新德里。但是高耸的地势不仅带来了战略上的优良视角，也带来了严酷的自然环境。要翻过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，只能通过几个为数不多的山口，这些地区长时间积雪覆盖，只有夏季才能通过。因此，中印都只在实控线附近部署了少量边防进行日常巡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边境民众的抵边放牧和耕作就显得格外重要，这是阻止印度蚕食边境的重要手段。因此，我国开始逐步完善中段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比如扎达县的迪亚乡，该地区多个村落之间的公路改建工程已经完成，最靠近边境的什布齐村的人口增加到300多人。交通条件的改善和边境人口的增多，使我国对中段边境的掌控加强，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常态化巡逻。因此，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将有利于我国逐步收回中段被蚕食的边境。